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保持看涨，但股价到达目标462，开始小心适浪调整的出现，是继续冲新高还是即将回调？我们得开始谨慎了。SMCI 需求改善和巨头看好下强势大涨。最近十几期视频，阿哲谈到 SMCI， 观点都是趋势低位持股待涨，终于雨过天晴，迎来上涨。政府停摆阴影下，美股趋势依旧强劲，市场根本不欢。后续关注停摆时间，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在今天呢，是市场观察的纳斯达克指数第235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于指数的分析，因为只有看懂指数大环境的方向，在个股交易上，我们才不会出现做错方向的情况。那么当前的市场很明显是一个强劲的一个上升趋势行情，所以个股我们以做多为主，但是在这种强势上当中出现什么情况可能会带来市场趋势的改变，也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所以第一部分我们要把最近所讲到的缺口和引线那么简单做一个复习，而后我们就会讲到有关于今天之内关注的短线撑压，它也会影响趋势的一个强弱，短线多空可能会有所变化。那么明白指数环境，我们再来到个股的分析。那么阿哲呢依旧会讲到有关于特斯拉、HMS、阿斯麦、英伟达、博通、MD、Circle、PLTR、Coin、TR、Huawei、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的个股解析，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给您带来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不过在视频开始正式内容之前，阿哲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您会看到阿哲的目录所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每一期视频的时间长度一般会比较长。那如果您不是说每一部分内容都感兴趣，那么阿哲呢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跳转到您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这一个设置。而这里阿哲希望大家不要跳过第一部分，因为第一部分是阿哲认为本期视频当中最为关键的市场的方向研判。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的第一点，有关于知识点的一个回顾。那么在上期视频我们是讲过了一个市场的一个缺口，在这个缺口之下，市场呢是一个上缺口，所以市场的多方是比较强劲的。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一个上缺口基本都没有出现快速的回补，或者说没有出现引线的实体回补。那你会看到有些缺口虽然被补了，但是一补呢就是低点，并且补后的缺口呢很少出现收盘价跌破。从前期低点上涨以来，这一波短线的走势基本要么是缺口不补，要么是补了但却是引线，或者说它的收盘价没有跌破。那包括最近的这一根 K 线，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这个缺口只要不是用收盘价阴线跌破，那么基本上它所发生的任何下跌，任何的调整都是一个看多的这个机会，它都不是风险，都是合理的回调。而现在再一次的逼近了左侧的高点，而目前下方的缺口依旧没有回补，所以市场呢极为强势。这是对于缺口我们在上期视频所讲到的内容，这里简单做一个复习。上缺口说明后续看多上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当然了，这里阿哲呢讲知识点回顾，因为之前讲过，所以可能会讲的比较快，比较简洁。如果您想要专门去学习那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一下往期的视频。那比如说上期视频我们讲过缺口，那么在前期视频有讲过下影线。那何谓长下影线？那么它至少得是影线比实体大2倍，或者说2倍以上，当然有时候呢接近2倍也是可以的。而它的一个上影线最好是没有，如果有尽可能也比较短，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 K 线你可以定义为最基本的长下影线。而这根影线下影线越长，比其他 K 线越明显会越好。而这种 K 线它的形成正常来讲是有盘中的一次明显的下打资金的流出所导致的，而后在某一个节点上却突然之间出现了买方强于卖方，市场出现了 V 型反转而导致的上涨。所以我们说这一根 K 线你有时候会看到它在高位出现，有时候在低位出现，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叫它探底神针，有时候会叫它吊颈线，它可以看多也可以看空。那么所以它是一种特别需要留意和去观察后市的一种 K 线。
那这是为什么它有多空的两种性质的转换，就跟资金的流出和流进是有关的。市场当中分为聪明钱和散户资金，那聪明钱往往呢对市场的研判方向以及方向的确定性、概率性会远强于我们散户的一个判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看懂市场方向。那么首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揣测聪明钱的一个方向。那假如这个资金流出是一个聪明钱离场的信号，是聪明钱主导的卖出的一个信号，那么后续的买进很有可能就是散户资金的盲目抄底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 K 线就很容易是吊颈线，在持续上涨中出现，要特别小心。那反之，如果资金流出是散户作为指导恐慌性下跌，因为某些消息而逃离的资金而导致的盘中下跌，那么就会给聪明钱提供一些低买机会，那么特意的盘中吸筹机会，那么后续市场还会上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是烫底神针。所以这种 K 线呢，它的性质特别，我们需要重点去看。而我们在本次的这一次下跌当中，就是用这种长下影线去买到了低点，而前期这个一根也是长下影线，它也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买进的提示。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之中，那么阿珍呢把比较标准的下影线都用箭头所标记了。那么大家要注意了，一个市场当中如果是趋势强劲，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它的下影线应该是聪明钱买进所导致，所以它正常会具有支撑。因为聪明钱在那一刻选择买进，说明那个价位是他认为适合去买的一个价位，所以这种情况下，短线一旦再次回到聪明钱的区间之内，它就会产生支撑。那怎么样去判断这一根下影线更有可能是聪明钱所导致的？我们认为是长下影线之后不能够出现明显的阴线破位现象，要出现阳线比较明确的涨上去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些判断的一个方式方案。那包括像这一个长下影线是吧，也没有被跌穿，而第二天能够收涨，那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更加判定它是一个聪明钱所为。那包括后面的这些长下影线是吧，基本上都有支撑，并且后续能够站上，所以股价呢依旧能够看涨。这种是一个强势上涨当中聪明钱所买进导致的长下影线。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发现好像之前的长下影线都没有被跌破，并且都有支撑，但到这一个长下影线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好像也有支撑是吧，第二天突破，而后回踩影线区间出现了上涨，感觉也没问题，但你会发现它这里变成了一个反弹，像之前所出现的这种影线后续是会创新高的，而这一个位置呢却无法创新高，高点在降低，并且后续把影线区间给跌破，影线区间呢从一个支撑转为了一个压力。当你发现一根长线影线在上升当中出现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多空之间的转变。而下降行情当中呢，很多时候它的下影线是被跌穿的，这说明散户在抄底，而聪明钱可能借此在离场。那哪怕偶尔下跌时，可能因为超跌的原因出现了一些资金在抄底买进，做了一波短线的多头，但是它这种影线区间，它往往它的支撑是远不如之前多方强势的上涨趋势的支撑，而后它也很容易转变成压力。所以当你发现一根长下影线发生了撑压的转换，发生了市场只是短线上涨而后重新破位的情况，那么就有可能是一个上升趋势的末期，至少它容易从一个上涨转弱变为震荡，甚至转为下跌。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在提到，目前的美股趋势，它只要不构成一个行为，就绝对不构成不断的看跌信号。那么这一个现象就是市场回到影线区间，它只要有支撑，我们就依旧能够去找买点，依旧去看涨。而只有出现一根价格阴线破位行为，把这个影线区间给击穿，有效击穿，而后区间从支撑变为压力，这种现象构成的时候，才能够去确认，说明本次上升行情趋势有所转变，它至少要转为震荡，那么悲观一点将会走为下跌行情。而在这根影线区间没有被有效跌穿之前，我们依旧认为看涨，那么趋势没有问题，任何下跌我们都去找个股的做多低吸机会。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前期的缺口和下影线做一个知识点的回顾，那么希望对于新同学老同学都能够再次提供一些思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小节日内撑压
红绿灯的讲解。那么所谓的日内撑压是阿哲每一期盘前视频和盘前广播当中都会去讲到的一个内容，也是阿哲呢在后续个股解析当中都会去讲到的一个当天日内要去特别关注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这个图板当中，它的左侧有一个文字，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阿哲每天盘前所写的一个美股盘前广播信息，这是10月1号阿哲在国庆假期所写到的一个盘前提醒。那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未来的1个月时间内您就可以获得这一份限时的福利短信，那么都可以免费的收到。所以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而后您又想要领取一些订阅福利的同学，那么如果您今天是刚来，那么作为新同学首次见面，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订阅，成为阿哲频道订阅粉丝观众。感谢您首次相见就能够信任，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在昨天盘前，阿哲讲到纳指呢目前的缺口依旧没有被完全回补，上缺口未补，那么说明多方强势依旧看涨，只有价格出现下补缺口并收阴跌破缺口下沿，这才会出现短线风险提示。在此之前，我们依旧短线看涨，也就是说前期的长下影 K 线如果区间被跌破，这属于趋势的风险，而如果最近这个向下跳空缺口被回补被跌破，这个属于短线风险，而目前是连短线风险都不构成，更不要说趋势的走势反向。所以当下我们认为依旧保持趋势强劲，保持美股看涨，直到出现缺口回补，出现领先破位，而后再去考虑风险和做空的方面。那每天的美股盘前，阿哲除了讲到指数的环境分析，同时也会把短线以及波段阿哲看涨或看跌的一些观点和关键点位写在这个盘前的广播当中。这些点位呢是每天都会更新，观点也是每天会有所变化。它呢会比阿哲的视频更新呢会更加及时一点，因为它是日更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我们再看到下方的这一个文字提醒，那么下方这里呢就是指数和个股的一个点位预测了。阿哲一般会给到盘前的高点压力和今天之内低点的支撑。这个点位怎么用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看到收盘价去跟它进行对比，这是一个美股盘前所给到的，然后你在当天的收盘去对比一下两者的数值。如果今天收盘价能够高于高点压力之上，说明压力突破，那么就说明股价的多头强势。那么阿哲呢就会在 K 线上标记一个绿灯的样式，这种绿灯就说明多头没有问题，依旧短线看涨。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跌破了这个价位，就说明空方强势，破支撑有转空的风险，那么 K 线就会标记一个红灯的样式，那么多空之间以红绿灯来表示，那么短线的转换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它不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买到低点卖到高点的方案，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去在一波顺势行情当中尽可能的从一个启动拿到风险的出现。所以当出现绿灯的时候，我们在纳指的一个运行当中基本是短线积极看多，只有出现红灯我们才去考虑短线的风险。当然这里不代表趋势风险，这个指标呢是短线的。所以当从红灯保持，那么就属于空方占优，转为绿灯则说明多方重新占优。那么绿灯只要延续，中途没有再出现红灯，我们就在这一波行情当中比较安心比较安稳的看涨。只有转为红灯才考虑减仓，才考虑呢获利兑现的问题。而当市场再次由一个红灯转为绿灯，我们再重新从短线趋势的角度去看涨。只有再次转为红灯，再考虑获利兑现，开始进行离场的动作。当转为再次的绿灯，那么我们再重新的看涨。而最近呢是从这一个回踩影线区间之后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而后我们维持看涨至今。那短线的一个走势，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今天的数值是 22,635.94 以及 22,901.79， 这两个价位呢是关键的一个撑压点位。今天的收盘价如果收在低点之下，那么就说明是一个红灯 K 线，开始考虑本次绿灯之后的一个止盈行为。后续如果维持红灯，维持风险，直到绿灯出现才考虑再次的短线积极看多。那反之，它只要保持在这两个数值之中，亦或者是收盘再次突破预测高点，那么就还是绿灯，还是看涨。所以这是一个短线上阿哲呢经常会去考量并且会每天提醒的一个信号。
那么像今天的一个盘前数值，阿哲到时候在美股开盘之前也会写在这条信息当中，为大家去进行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这里阿哲要再次提醒，如果您是今天才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可能还不知道怎么领取到这条盘前解析，其实很简单，您需要找到阿哲的助教。那怎么找到他呢？您看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您只要点开评论，而后找到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发布的。在那条评论当中就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而您找到助教之后，给他发送一个领取订阅福利的一个口令发一个盘前2个字给到他，那么他就会告诉大家如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直接领取看到阿哲的美股盘前解析了。这里呢还要做一个提醒，如果是新同学，那么阿哲建议的是，您除了关注盘前解析之外，还有另外一重福利，叫做进阶知识内部直播。特别如果您是小白同学，对技术分析还不太认识不太懂，而后您听了阿哲视频，然后对技术分析有所兴趣想要学习的同学，那么阿哲建议您更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第2个福利，就是内部直播课程。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至少呢会有2周的时间能够免费参与我们的内部直播教学。那么这些课程呢，会由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为大家去分享更多进阶的不公开的一些技术分析的知识点和技术分析在实战当中怎么去应用。像我们在本周的课程讲到一个破亿市场的密码，那么我们讲到了低点、反转、飙升股和长牛股它们各自的密码如何能够去解析，如何去破解。每一种密码代表一种市场的利润，一种行情，所以我们对于技术分析的使用，在这些课程当中会得以更多的去认识和学习。那么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讲，这些课程会有很大帮助。那哪怕呢您技术分析有所基础和经验的同学，您看了之后也能够有所收获。所以第2重福利，您在找到助教之后呢，也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的课程，每周都有不同的课表为大家去进行提供。那么这是本周的课表，当然有一些课程可能您已经错过了，您可以去找助教老师去领一下，那么课程的一个回放也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那么第1部分呢是关于指数的方向分辨。目前在不发生特别明显的下跌之前，没有把缺口回补，没有把引线给填补的情况下，我们依旧短线是看多的，波段也是看多的。那么在个股解析中，我们就知道了，尽可能寻找做多的方向，哪怕有些个股可能目前走势较弱我们尽量也不去开空，或者说哪怕做空，仓位也应该只是比较小的仓位。好，第1支标的呢，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在图表当中呢，我们之前讲过，它处于一个比较小级别或者说相对不算大级别的一个商浪的启动点。而这一波商浪走势，因为它不是一个最大级别的商浪，它是一个内部结构的一个商浪，所以它这一波加速，以目前这个级别的商浪来讲，其实已经走得还算不错了。而我们之前所测的这个目标 462.21 昨天已经达到，昨天特斯拉最高价格是 462.29， 如果阿哲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目标位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是不是用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高低点内部的一个推算去投射1倍空间，你就可以找到 462.21 这个价位了。那么有关空间的投射呢，它只是一个目标位，就是我如果以此去交易去买入，那么我的目标呢是可以放在这里的。那么这一笔交易其实按照我们这个形态交易来讲已经完成，你甚至呢左侧碰到直接限价去止盈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按照趋势的结构，我想要尽可能去跟踪的话呢，目前是一根长阳碰到目标位，是吧？所以我们如果对于相对拿中长线的，你没有必要说左侧去止盈，你可以等待一个更明确的信号，而后去止盈。这个目标位只是刚刚碰到，并且是一根长阳线，还未走出疲软的态势，所以就一切都还好。我们从左侧来看呢，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之前的压力位，就是之前高位下跌反弹后的这一个2浪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在连续盘整消化之后出现了一个突破，是不是连续3天都收盘价站上了，并且最后呢还是一根长阳站上，所以属于压力位的有效突破。那么这一个高点它可以作为右侧去衡量是否减仓的标准。如果价格后续收一根不错的阴线，跌回这个高点，你作为减仓，阿哲觉得是没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右侧的第一个减仓点。否则在此之上，那么我们就依旧去看涨。那么这个目标呢，只是作为一个形态的目标，不作为最终的目标，只是我们去当心一下，这个目标达到之后，它会不会发生我们预期当中3浪高点的形成，以及后续4浪的出现。因为我们说过前面的
这一个位置如果它是一个二浪，那因为这个浪形有时候它可能后续会变化，但至少目前阿哲的判定当中，前面这里属于一个本级别这个地方反弹作为一浪，而后回调时这个复杂调整作为二浪，那么二四浪之间正常是有所相反的一个节奏。二浪如果是复杂的，耗时比较长的，那么四浪正常应该是简单的，耗时比较短的。所以前期这一个二浪的调整，它走的是一个相对的时间偏震荡，偏比较长的时间，空间呢不算说特别大。那么它的四浪有可能就相对来讲有所相反，可能会走一个短期，然后空间可能较大的一个调整，这是我们要去相对小心的一点。所以一旦这里确认了走弱，有四浪出现的一种可能的话呢，我们尽可能把之前波段的一个获利能够去了结部分，等到回调结束之后再去把握这个四浪的一个买点。不过目前呢，从短线从波段来看都还是强势的，所以这一个呢我们继续跟踪即可。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目前呢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么特斯拉的一个走势，我们曾经除了看它的一个形态之外，是不是也用的是170和这一个趋势带的一个选股方案？170和趋势带粘合，然后去寻找趋势的一个低位。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APP 最近的 HIMS 包括呢 SMCI 都是用这种方法去选的那特斯拉呢也是。这几个标的我们基本都是用这种方案去选效果呢都还不错。而唯一相对比较失败的，那么可能就是 MSTR 了，选出来之后呢还出现了一个惯性的再次下砸，而其他的几个标的整体表现都还不错。所以趋势选股很多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困难，更多时候需要给予一定的耐心和市场环境的配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时候选出来个股整体都不差，我们确定了这些位置为密集的趋势积累的区间，这种震荡之后容易走出我们所要的短波甚至呢是中波的一个主升行情。那目前从短线来看，我们对空间有了一个明白之后，当线的一个红绿灯呢是保持绿灯，那就保持看涨。而因为它的趋势飘带是紫色带，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支撑是 424.293， 目前这波上涨还没有碰到过这个趋势飘带。而整体的乖离呢，经过前期的震荡之后，目前是比较近的，所以它也不算是一个趋势高位，整体还算是稳妥，我们可以依旧看趋势的上涨。那如果你更加想要右侧去看趋势的一个走势变坏，你可以至少等待它跌破这个飘带的上沿，目前是 424.293 作为飘带上沿的支撑。而我们短线因为离飘带比较近，所以哪怕转红灯，它很多时候也不能作为趋势走坏的一种提醒，最多呢就是说明短线有要跌破这个飘带的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红绿灯的判定。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值是 450.105， 高点的压力 471.645，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周四收盘价是跌破 450.105， 那么这里会是一个红灯 K 线，那么这里也将会离飘带上沿比较近，一旦跌破飘带上沿，它大体呢也容易跌破左侧的反弹二浪高点，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右侧的一个止盈是 OK 的。当然这个止盈点呢肯定是分批的不是说低位买了之后高位一出现红灯全卖并不是如此，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里是个高点，所以出现这种破趋势飘带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减仓但不是完全清仓，依旧留有底仓和部分筹码。那么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HMS 呢，我们也是用170日线和这个趋势飘带粘合去选股选出来的一只标的，而后走出了一波上行，虽然说不是很强势，比不过 APP 和特斯拉，甚至呢都比不过 SMCI 的一波长阳线，但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10来个点是吧，还是有的。好，那这种情况的上行当中呢，它遇到了左边我们所说的长上影线的压力区间，曾经回补缺口但是未成功回补的一个地方，而后目前就在这个区间内震荡，它最近出现了调整，但你会发现低点是一直在抬高的，调整的力度虽然每次都不小，但是它的一个低点还是整体在抬高，这是一个不错的上升趋势的一个情况，高点呢都还能够在调整之后创出新高，所以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这波下跌离前面低点也还是有距离的，而左边的这个区间目前在回补，在修复，在消化此前的一个套牢。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下沿是在 55.52， 目前也有所支撑没有跌破，所以空间上呢依旧还是看涨，那么直到有一次回调去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刚才阿哲的分析主要是建立于趋势行情，
如果你是要做短线，这只标的可能不太适合，因为最近走的确实比较乱。做短线的话呢，你可能就很容易被卖飞，或者说拿不住。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 HMS 啊，那么当前你看到它的趋势飘带和170靠的是不远的，所以如果这里真的要走出多头的一个顺势行情，那么当下的这个地方其实还属于趋势的一个初期啊，不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们只是要比较小心它这里是一个下跌反弹，而后再破底。这是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啊！当下呢还是稳定的趋势上行，还没有出现破位的现象，我们就依旧跟踪。而后我们看到目前是回踩的趋势飘带，从趋势由黄带空方转为紫带多方之后，市场沿着飘带上行，稳步爬行，还整体是比较 OK 的，没有跌破飘带。之前略微破，然后快速的又起来了。最近呢再次回落，但是也是没有去跌破飘带。飘带目前的一个上沿在 55.069 啊，整体还 OK。市场这里呢是一个红灯，我们说飘带的买点最好就是上涨回调找红灯转绿灯的买点。那么这种位置呢去找买点。当然它最近有个不太好的，它回踩啊是比较厉害的这种下跌啊，一天跌的比较多，然后红灯之后呢就止跌了啊，包括这里也是的，红灯之后就止跌了。而我们等到绿灯的时候，它可能就涨得比较多了，所以这只股票呢，目前来讲，只能说啊，趋势上行，但是它的买卖点整体加仓点是不太好的，所以它的股性呢，让很多人可能也不舒服啊。所以如果实在做不来啊，你拿不住，那也可以不看这个股票，价格回调回探到这个飘带，等待转绿灯，而后去买进，再去添加仓位。我们看到低点支撑是 54.438。高点压力是 56.958，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今天突破 56.958， 那么构成绿灯，构成看涨。这个地方如果又是一根长阳线，尽可能仓位就不要放太多，因为它的规律啊，它目前就是长阳绿灯之后就滞涨，是吧？长阳之后就滞涨。虽然它如果是一种洗盘行为，后续肯定会有一次是加速啊，但是我们就不要盲目去赌它某一根长阳会是加速啊，就慢慢的去在趋势波段附近寻找买入机会，去添加部分仓位，但这里肯定不能重仓，更多的仓位之前其实已经是埋伏过的，现在只是一个顺势添加仓位的一个步骤。而对于飘带是否能够维持，这里最好不要去跌穿飘带上沿，那么这个回调就是强势的，未来呢有很大概率会慢慢脱离飘带，走出上行的一个主升。而如果跌破飘带，那么它就比之前的行情下跌要更强一些，这里要小心市场走一个下行，因为它目前虽然有新高，但收盘价是没有突破左边高点的，这里是一种相对的少过了左边高点，所以它呢有可能是一种诱多的现象，而诱多后的下行如果调的力度比较深，这里将容易形成一个不容易被突破的短期中期的高点。而对于 HMS， 那我们也可以用分型来去看一下，因为最近它的分型其实还是 OK 的，这个位置的顶分型是吧，左一 K 线是没有破的啊，这里也是个顶分型，左一 K 线也没破，这里呢也是顶分型，那左一 K 线呢是这根 K 线啊，所以除非有一根阴线把它收盘跌破，它可能下跌的力度就比之前要强很多，现在呢还正常，还算是一个回调。以上是关于 HMS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阿斯麦，目前呢所看到是阿斯麦的一个图表，那阿斯麦的一个图表走势当中，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判定吧，空间上是要去往这个缺口回补的，这是我们之前保持的一个观点，因为它前期的低位上涨以来，它出现了特别多的缺口，而且每个缺口呢基本都没有去进行回补，唯独只有这个小高点的地方出现了缺口之后被快速回补，而后呢出现了一波调整，但是整体比较明确的一些缺口是吧，关键的一些导型缺口基本没有被回补，所以这一波加速，阿哲认为他的目标还是想要把这个导型缺口给补掉的。而昨天这一根阳线很强劲基本上是震荡之后又来启动阳线，所以我们依旧保持一个观点，就是他要把这个缺口给补掉，那么完成本次的大的反转，那么后续的行情应该还会有更高。那么回补缺口之后，我们再去看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调整。那在此之前呢，这个缺口我们依旧看它会回补。最近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和左侧这里又差点构成导型缺口，但是目前是没有构成的但我们依旧认为它是一种以缺补缺，市场走强的一种表现，所以当下看不出会走弱，所以整体呢保持看涨。这里稍微小心一点，把前面这一根阴线的缺口上沿做一个防守位。如果收阴跌破它
要有效跌破跌破它，那么我们才认为这是一种补缺后的一种回落。如果依旧在这一个缺口区间内运行，我们就等待它把缺口回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短线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到是阿斯麦的一个 K 线图表，在由红灯转为绿灯之后市场是不是走了一波震荡行情？而这震荡行情最近是不是也维持出了一个绿灯后的上行？那保持绿灯就保持看涨，目前离飘带呢还比较远，它这一波加速行情离飘带是一直没有去靠近，一直没有去触碰，所以它还处于主升的上行当中。那么它总会去回补它的飘带，但可能是回补缺口之后的一个行为。我们前期呢也是用170加上了这个飘带选过阿斯麦的刚才没有讲到这是其中的一支，也是当时比较漂亮出现了这个飘带和170粘合，然后我们去选出它有可能是一种趋势低位的可能性然后去找到的这个低位的方向去买进的。现在呢走出了一种强势的一个上行，这种上行过程加速过程我们就不随便的去猜顶在哪里了，偶尔出现红灯 K 线也是相对一些调整行为而已。市场呢在指代上出现了红灯，最多就是对指代的一个概率修复，而不是趋势的结束。所以当下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整体维持看涨，因为飘带它的一个力度特别强劲。那么当下依旧是绿灯，就依旧看涨。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 984.045， 高点的压力是 1024.585它呢已经跑到1000以上了。它至少呢要出现一个红灯 K 线，我们才认为呢它会往飘带去调整。如果它连红灯都没有，那么它连往飘带去调整的一个意图都还没出现，我们就先维持看涨，看缺口的回补。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HMS、阿斯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比较多，所以解析的时候可能无法像第二部分讲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但是阿哲呢还是会把日内的关键承压以及呢趋势为大家去讲解一下。那么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图表。英伟达呢之前走为震荡行情，所以呢我们说尽可能我们在它的上沿附近要做出的是卖出动作，或者说要小心买进，不要加太多的仓位。最近呢出现了一个突破之后呢是站回到了一个区间之上震荡的上沿之上。它这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箱式突破而后要走出新的行情呢？有机会，有可能。到目前是一个黄 K， 黄 K 呢说明市场的趋势走为了一个波段的超买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不要随便的去买进，因为短线买入容易面临买在一个超买区域的高点的可能。而出现黄 K 时，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出现一次调整，而后我们再去买进。目前短线出现了连阳行为，而后离飘带有点远了。如果这里回落回踩飘带，我们再给买进机会会更好，因为黄 K 代表是一种风险现象，只有风险消化一下，而后才更容易出现上行。那么黄 K 的风险一般会产生于黄 K 的消失，把黄 K 跌破，而后在飘带之上寻找绿灯的买点。那目前呢再买就容易短线追高，而我们最好等飘带之上去寻找一些临近的绿灯买点。那么当下的飘带由一个黄带转为紫带，那么空方就转为了多方。那么多方转势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回踩支撑，所以后续每一次向下的调整风险的一个释放呢，都可以去寻找新的买点。当然这个地方最好搭配左边的一个震荡行情，它在180附近为之前所突破的筹码区，这里应该会有支撑。那如果是一个突破有效，回调在这附近，结合飘带找绿灯买进会更好。那当然它也可以选择继续上涨，但是我们在黄 K 附近时不建议呢直接去买入。那目前是维持一个绿灯 K 线，那绿灯保持就依旧短线看涨，直到红灯产生我们继续小心调整，但调整作为趋势的机会来看待。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85.57， 高点的压力是 189.81，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那博通呢目前出现了一个相对次要的买点，就是它确定性呢不算很强，因为它不是一个绿灯，它也没有突破我们的一个蓝 K。 蓝 K 呢属于趋势的一个超跌，短线超跌跟黄 K 呢是略微反向的。蓝 K 出现之后一般代表容易止跌，但是它的一个确定性止跌呢是要有一根阳线把蓝 K 高点突破，并且蓝 K 消失。那最近呢蓝 K 都没有去突破，所以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买点是还会出现的，
但它出现了类似于绝处逢生的买点。这里是一个相对的2天收盘价都跌破了飘带，那跌破飘带不代表它就一定会有效的破位，我们说可以看2天，2天之内的低点不被跌破，而后出现仿包阳线，它是属于一种买点，而这个买点呢，确定性不如我们的蓝 K 那么强，但是它也属于一种趋势绝处逢生的买入信号，所以这里构成第一次的买点提醒。而我们把这根9月30号的下影线低点作为防守，收阴跌破作为本次买点后的止损否则我们就等待突破蓝 K 高点去加仓，那么这重新站回飘带作为趋势恢复的一个标志。目前呢是首次买进，等待后续的加仓机会。我们看到绿灯会怎么产生呢？低点的支撑是 328.945， 高点的压力是 342.395，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MD 呢也有点类似了，它也是在一波有效的调整之后出现了黄色带，黄色带呢有了一定时间的周期的一个调整和压力，最近用震荡把黄色带转为了紫色带，而行情呢也由之前的阴线下跌力度比较强转为了阳线为多阴线为少的行情，所以当下的多空之间呢有所置换，目前的趋势带由黄转为紫色，转为多方，只是目前刚开始转势，所以不是很明确它的趋势能不能撑得住，但当下呢一直都保持的是绿灯，所以我们短线先看涨，而波段的话呢，如果能够回撤试一下这个支撑会更好。那目前保持绿灯，短线保持看涨，波段刚开始上涨，我们要去回测一下，确定波段的有效性。目前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162.25， 高点压力 165.94，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Circle呢，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它构成的买点，什么买点？就是回踩飘带，趋势逢生，蓝 K 突破，构成买进信号。那最近2天呢出现了一个回调时呢没跌破我们的紫色带，而后它虽然有红灯，但因为离飘带比较近所以这个地方只能说短线进入到了一个调整，但是趋势飘带它的中线还是 OK 的，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在蓝 K 突破买入之后，我们的防守位一般就放在蓝 K 的低点，蓝 K 不破，波段依旧看涨，那么这一笔买入呢就依旧持股待涨。那最近呢是回踩飘带转为红灯，那么要么后续跌破止损，要么这里转为绿灯，再次的看涨买进。所以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绿灯怎么出现？低点支撑 123.482， 高点的压力 133.148，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 呢，它是回归到了一个上涨波段，而后前期转为飘带，蓝 K 转为飘带，黄 K 不能直接买，而后等回踩有效止跌，出现绿灯，而后看涨。那目前整体呢是一个趋势飘带的一个上行，那偶尔出现红灯呢，我们认为它是往飘带去回调，去进行一个回撤的一个可能，所以飘带呢它的周期会更大一点，所以飘带之上的红灯只作为回调，等待回调之后飘带附近找实体阳线的绿灯再去看涨买进。目前呢还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就还维持看涨。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82.225， 高点压力呢是 189.005，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呢也是跟上期视频一样，我们说过的和 Circle 同样的买点，也是趋势一波下跌之后由黄转为紫带，而后回调，那么出现了破位绝处逢生蓝 K 的突破，所以也是买点。我们在上期视频还觉得 Coin 呢可能会比较弱一点，没想到它呢反而走得比 Circle 要更强，当然最强的反而是超跌反弹的 MSTR 那么算是一种超意外了，但是整体来讲它这里之前也构成了买点。那目前呢也是一个绿灯 K 线，那既然是绿灯，我们就保持看涨，等待市场的延续。低点支撑今天是 343.335， 高点的压力呢是 352.7， 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ER， 那么这个个股整体的趋势也是在纸带上一直运行的，那么曾经也是某个同学的标的那么阿哲看到之后呢也觉得还不错，所以一直呢也放在我们的一个个股解析当中。整体趋势是上行，都是纸带，而后每次回踩它没有有效跌破，都是绝处逢生，所以作为买进的信号为主。
本次的一个破位之后，又是绝处逢生，趋势呢自救而后上行，走为很强势的上涨。那么现在缺口不补，而市场再次新高，虽然有黄 K， 但是黄 K 呢没有出现有效的破位行为，所以当下依旧保持看涨，直到黄 K 跌破，黄 K 消失，再去看飘带的支撑。飘带目前在 128.013 啊，目前的短线也还是绿灯，所以短线也看涨，整体强势。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38.455， 高点的压力 144.20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呢，在最近也出现了很多连续的缺口，并且都没有有效的回补。那么它的一个短线看涨，而它的一个波段也转为紫色带，所以也还是回归上涨。前期视频我们说过，它回调之后啊，是不是来到了飘带附近止跌，而后产生绿灯，本应该作为买点，但因为它这是一根长上影线，而实体较小，不是很好的买点。那么最近呢，出现了回踩一下缺口，有止跌现象。这里呢，你可以直接在补缺的过程当中去找日内买点，当然风险性会高一点点。而我们认为它这上升趋势比较强劲的话，缺口应该不会去完全的回补，再加上指带的趋势支撑，所以我们可以去下跌找机会买进，而后也可以呢找仿包的一个买点，最好再出现上涨的绿灯再去买进，实体较长的绿灯会更好。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34.66， 高点压力140，关注这两个区间。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那么在我们的列表当中呢，阿哲可能写错了啊，写到了阿斯麦去了。阿斯麦我们已经讲过了。好，那么看到 APP 呢，是不是也是趋势止带，趋势上涨？前期呢也是在紫色带和170靠近的时候去选出来的。那么这一波当边的强势趋势上行，目前依旧没有破掉趋势飘带。之前跌到这里跌破一点点，止跌绿灯重新上涨。每次回踩在飘带之上，我们依旧认为呢是找回调买点，因为趋势没有那么容易轻易改变，特别是已经形成强烈上涨趋势的行情。那目前呢，之前是转为了红灯，再转绿灯为一个加仓点，当下又是一个红灯，红灯就看往下我们的飘带的一个回踩，而在这过程当中再转为绿灯，则再次的可以看涨，当然最好是回到飘带附近再转绿灯会更好一点。靠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685.806， 高点的压力呢是 715.79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在加速之后啊，一直保持震荡。那么震荡的时候呢，它其实只有一次跌破了黄 K， 所以做一次离场，做一次减仓，后续的黄 K 呢没有被跌破，所以整体呢就保持震荡。而这种震荡当中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很像是我们所说的仙人指路行情。那究竟会不会是仙人指路，是一个试盘的行为？我们看到后面的行情，后面如果收阴线，则依旧呢要看对黄带的调整，甚至呢可能会趋势走弱。而如果后续收一根阳线，突破左边的黄 K 高点，同时把这个上影线给补掉，或者说把 K 给吃掉，那么这里呢我们看新高有望，强势上涨空间打开。而现在啊还在震荡，就依旧呢还是绿灯，短线还是看涨，红灯未出现，飘带也未回踩，目前有机会还是走为上涨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55.19， 高点压力是 259.05，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那 Meta 呢最近走的有点弱啊，它跌破了飘带，而后整体呢是一个宽幅的震荡，跌破飘带之后离170还有一点距离，所以这里呢不能算是一个特别低的位置吧，但是它有蓝 K 产生，我们要等蓝 K 消失和突破，是吧？曾经这里就是蓝 K 出现消失突破，低点作为防守，这里也是蓝 K 消失蓝 K 突破，那么这里呢我们要等待蓝 K 消失蓝 K 突破，又因为它又有一个缺口，所以最好把缺口回补，越快回补越好，收阳在它之上，又是蓝 K 突破，作为超跌反弹的买点。但这种行情啊，我们找顺势买点会更好，这种超跌反弹的买点它因为转为黄带了，所以有可能趋势走坏，这个呢就看大家的选择，超跌反弹有时候也 OK， 但这里要先看有没有缺口回补，收阳向上，蓝 K 突破有再作为买点，不要随便去抄底。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707.95， 高点的压力是 719.59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STR 这一波的反弹很强啊，它又属于运线上破缺口回补，整体还有一个上升缺口，
是吧？所以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趋势是迎来一次很强势的一个反弹。那这波反弹是否能够改变趋势还不确定，因为飘带依旧为黄色，而170呢依旧在之上为压力。之前呢到170附近已经是有效跌破了，所以这里能不能转势难度比较大，所以它虽然反弹很强，但是依旧还不能转为上升趋势。我们依旧呢看下跌中的反弹，看后续飘带的转势以及它是否会构成支撑。目前短线依旧是绿灯，那就依旧看涨。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334.805， 高点的压力 347.33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是回踩飘带，出现了一个由红灯转绿灯，所以这里构成买点。之前呢也有一个红灯转绿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阴线，不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买盘的一个阳线，所以这种绿灯呢一般就不要随便买进了，等绿灯确定，等绿灯的阳线确定。那么最近出现了一个探到低位，出现了假阳真底的可能，所以这里出现反包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它构成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绿灯则作为买点，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飘带还会跌破，最好能够快速站回飘带。这一个绿灯 K 线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它会同时跌破飘带低点，那这个时候要减仓，再进一步减仓和短线的止损。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242.37， 高点压力 250.32。 那么跌破飘带低点之后我们除非有绝处逢生买点，否则那个位置就持续红灯，你要持续有所离场才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也构成了一个蓝 K 的下跌超跌，而后反包突破，构成反弹。那么我们就看一个趋势反弹到黄带这里，大概是 225.264， 当下呢也还没有跌破我们的蓝 K 低点做止损线，那么没有跌破就依旧看反弹行情，看黄带的一个市场，看黄带的一个压力。那么目前我们应该还是一个绿灯 K 线吧，这一天转为了红灯目前呢没有绿灯，但是它没有跌破，所以也不构成止损。那重新转为绿灯的话呢，其实可以加一笔仓位，那博弈呢它的一个反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18.62， 高点压力是 224.16 但问题目前是空方趋势，所以你只能看反弹。那么仓位呢不要放太多，因为它属于偏弱的个股了。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 出现一根长阳线回补上方的缺口，这是一个强势启动的一个信号。底下呢170和飘带是不是靠得比较近，所以之前我们说过在这种位置它只要不是往下破170，那基本上就看持股待涨，趋势上行。那它这个动作有点像阿斯麦，应该也是要去补这个缺口，整体市场有一个 N 字形的加速上行。飘带呢往复的回撤了很多次当下依旧保持绿灯，保持看涨，那么就顺势看涨。预测值今天是低点支撑 49.875， 高点的压力是 54.995。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以左边的缺口作为一个防守线，跌破缺口小心缺口难以完全回补。那么这个缺口的上沿就是这个上影线它呢是在 48.82，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在前方的区间之上，这里应该会有一个支撑。以上就是10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